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来到是是非非脱口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今天咱们聊个有意思的话题，为啥中国游客一去马来西亚回来就跟开了吐槽大会似的？刷小红书、抖音全是刚从吉隆坡回来，真心建议别随便去，仙本那避坑指南，看完少花2000块这类帖子，好像去马来西亚旅游不踩几个坑，不吐几句槽，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出过国。但咱这节目叫是是非非，不能一边倒地跟着吐槽。今天咱就扒一扒这些吐槽到底是游客太挑剔，还是马来西亚确实有待改进？这些槽点背后藏着哪些文化差异和信息差？先从最火的吐槽点说起，交通。有个网友说，在吉隆坡坐地铁，差点把自己做成地铁迷踪，红线换绿线，以为跟咱国内一样站内换乘就行，结果好家伙，得出站重新买票计费，相当于你坐个地铁，中间还要被迫打卡出站，再打卡进站。中央车站转车更绝，要走500米地下通道，拖行李箱的朋友直接崩溃，感觉不是在旅游，是在参加行李箱负重越野赛。有人说这是马来西亚交通设计不合理，但咱换个角度想，人家的地铁系统可能几十年前就建好了，那时候的人流和现在的旅游需求不一样，没考虑到这么多拖行李箱的国际游客，而且本地人可能早就习惯了这种换乘方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咱国内有些老城区的公交站点设置的9曲18弯，本地人习以为常，外地人一来就蒙圈，这就是典型的本地视角和游客视角的错位。更绝的是打车，有女生吐槽，在槟城晚上6点出门，穿了件吊带加长袖衬衫，结果路上骑摩托车的、街边晃悠的人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她看，吓得她和老公赶紧往回跑。还有人在兰卡威海边等着拍照，突然有个骑摩托车的过来问 Hello how much， 把他当成那种人，伸手就要拉他，吓得他魂都没了。这时候就有人要问了，是马来西亚治安真的这么差吗？还是游客自己穿着有问题？咱客观说，晚上6点以后，很多地方的人流会减少，治安风险确实会升高，不管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其他国家。至于穿着，在咱们国内吊带加衬衫是很正常的穿搭，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文化国家，不同族群的审美和禁忌不一样。马来族有宗教信仰，可能对过于暴露的穿着比较敏感，而有些外劳可能本身素质不高，就会有不礼貌的行为。这不是说游客穿的不对，而是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确实需要多了解一点当地的习俗，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说完交通，说饮食，这也是吐槽重灾区。有个网友说，去马来西亚必吃的肉骨茶，结果吃完直接窜稀，怀疑人生。还有人吐槽乐沙太辣，椰浆饭太甜，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口味。更有人说，在骑场街夜市吃了份乐沙，因为天气太热，食材摆了3个小时，结果晚上蹲了一整晚厕所。小红书上一搜，全是类似的案例。咱先说说肉骨茶窜稀的事儿。肉骨茶分2种，一种是华人做的，用猪骨熬的，药香味浓，可能有些游客肠胃比较敏感，突然喝这种浓郁的肉汤，加上天气炎热，就容易闹肚子。而且有些游客可能没找对地方，本地人常去的宝香绑线肉骨茶，味道正宗又卫生，而有些网红店可能为了迎合游客口味，做的不伦不类，卫生还没保障。至于口味差异，这就更没办法了。马来西亚的饮食受华人、马来族、印度族影响，口味偏浓郁、偏甜、偏辣。咱中国人的口味千差万别，有人喜欢清淡的，有人喜欢重口的。就像北方人去南方吃甜粽子会吐槽，南方人去北方吃咸豆腐脑也会不习惯。这不是马来西亚的食物不好吃，而是口味不合拍。而且有个有意思的点，马来西亚的华人留学生来中国，还吐槽咱们的饭菜太咸太辣，说玉林的清淡美食特别养胃。你看，吐槽是相互的，核心还是文化和口味的差异。接下来是景点和住宿，这俩槽点能凑成一部踩坑指南。先说双子塔，多少人去吉隆坡就是为了看双子塔，结果官网提前3天就显示售罄，排队排到怀疑人生。有人吐槽花钱买罪受，觉得双子塔就是个钢铁森林，没什么好看的。但其实本地人都知道，下午4点会放退票，蹲点刷新就能捡漏，傍晚场次看日落比白天震撼10倍。这就是典型的信息差，本地人习以为常的小技巧，游客根本不知道，只能傻傻排队。住宿的槽点就更多了。有个网友在仙本那订了绿胜界酒店，晚上9点入住，结果房间里全是烟味，窗户还关不严。下楼一看，原来是酒店在烧垃圾，浓烟滚滚。跟前台沟通，前台就说风会吹散，完全不管。联系导游，导游说没权限换酒店，让找携程售后，结果售后10几个小时都没回复，最后只能自己垫付房费。回国后投诉，携程只给200元抚恤金，
房费还不给退。这事儿看着是酒店和平台的问题，但背后也有客观原因。仙本那是个小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快，但基础设施和管理跟不上。很多酒店都是本地人开的，可能没什么专业的管理理念，觉得烧垃圾是很正常的事儿，根本没考虑到游客的感受。而平台的售后响应不及时，也是因为跨国沟通有延迟，加上当地地接和平台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清晰。当然，这不是为他们开脱，该吐槽还是要吐槽，但咱们也要明白，有些问题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还有个更气人的住宿吐槽，有个导游带游客去黑风洞，明明是免费景点，却收了450元门票钱，还直言不讳地说这钱里有他的提成。游客不想去，导游就威胁说要把他们安排到偏远的差酒店。更过分的是，这个导游自己咳嗽的厉害，还把游客买的水果全吃光了，最后游客们都被传染了咳嗽。这种导游绝对是行业的败类，必须吐槽到底。但咱也要注意，这不是马来西亚所有导游的问题，只是个别现象。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导游对游客还是很热情的，会主动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帮游客避坑，不能因为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除了这些具体的槽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吐槽。有中国游客说，马来西亚像中国20年前，街上全是日本车，几乎没有电动车，物价却比中国低30%。这句话一出，有人赞同，有人反驳。赞同的人说，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确实比较老旧，比如地铁、公交都不如国内先进。反驳的人说，这种复古感正是马来西亚的特色，物价低，节奏慢，适合放松。其实这句话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游客的预期差。现在咱们国内的基础设施发展的太快了，高铁、地铁、扫码支付、电动车，到处都是高科技。去了马来西亚，突然回到慢节奏、低科技的环境里，就会觉得不适应。但这不是马来西亚的问题，只是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就像咱们去欧洲一些老城市，也会觉得基础设施老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魅力。还有些吐槽是因为文化误解。比如有游客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清真认证的问题，吃了用猪骨熬的肉骨茶，结果被穆斯林游客提醒，才知道自己犯了忌讳。还有些游客在穆斯林的祈祷时间大声喧哗，或者在宗教场所穿着不当，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这些都是因为不了解当地的宗教和文化习俗造成的。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国家，马来族、华人、印度族和谐共处，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习俗和禁忌。比如马来族不吃猪肉，不喝酒，印度族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如果游客在出发前多了解一点这些知识，很多误解和吐槽就不会发生了。就像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来中国，会主动了解中国的春节习俗，和中国家庭一起贴春联、吃年夜饭，体验得很开心。双向的了解和尊重才是旅游的核心。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马来西亚有这么多槽点，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游客去？因为马来西亚也有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比如仙本那的海水蓝得像宝石一样，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槟城的街头艺术充满了创意和活力，还有马来西亚的榴莲，又甜又糯，价格还便宜，让很多游客吃到停不下来。我看到过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有个中国女生在马来西亚吃饭时没带现金，一个马来西亚女生主动帮她付了钱。还有个网友分享，在马来西亚的路边和2个陌生的中国游客一起分享榴莲，感觉特别温馨。这些温暖的瞬间也是马来西亚旅游的一部分，不能被吐槽掩盖。还有个网友分享了他阿公的故事，100多年前，他的阿公是个福建的孤儿，卖了一头牛换了一张下南洋的船票，来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阿公一开始也不习惯这里的天气和饮食，但他靠着双手努力打拼，让家族在马来西亚扎了根。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也让我明白马来西亚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很多马来西亚华人的根都在中国。其实旅游中的吐槽很多时候是因为期待大于现实，或者信息不对称。我们总希望旅游是完美的，但现实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马来西亚有它的不足，比如基础设施老旧，部分服务人员态度不好，信息不透明，但它也有它的魅力，比如多元的文化、美丽的风景、美味的食物、低廉的物价。作为游客，我们可以吐槽，但也要客观理性，不能因为几个槽点就否定整个国家。在出发前多做一点攻略，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交通规则、住宿信息，很多坑都能避开。比如提前了解双子塔的退票技巧，下载 Moveit 查地铁线路，买张 Touchman 公交卡，订酒店时问清楚有没有转换插头和充电口。
这些小小的准备就能让旅途顺畅很多。而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也需要倾听中国游客的吐槽，不断改进旅游服务，比如优化地铁换乘系统，加强对导游的管理，完善酒店的基础设施，增加旅游信息的透明度。马来西亚的旅游部长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呼吁改善 hospitality practices， 让游客感受到更友好的氛围。相信在双方的努力下，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的旅游体验会越来越好。最后我想说，旅游的意义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地方，而是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吐槽也是旅游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更真实的了解一个地方。马来西亚有它的是是非非，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样。如果你喜欢慢节奏、多元文化、美味水果，那马来西亚值得一去。如果你追求高科技、快节奏、完美的服务，那可能需要多做一点心理准备。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中国游客吐槽马来西亚的现象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也希望大家以后去旅游的时候都能少踩坑，多开心，即使遇到槽点也能笑着吐槽，然后继续享受旅途。好了，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